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个老房子。我们想，如果我们申请盖不了房子的话，我们又很想在村里面有个房子，所以呢，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老房子。那个老房子离我家也不是很远，走路的话要多少分钟啊？不远了，20分钟都没到。走路的话，20分钟都不一定到。那还是有点远了。还是有点远。开小车去，小车能到他家的下面。我们村有2个老房子，都是没人住的。我们看一下，可以的话，我们问一下主人家卖不卖。我为什么一定纠结要老家有个房子啊？因为维毛的亲戚也在老家，我亲戚也在老家，然后回来的次数比较多。就像亲戚办什么酒席啊，我们都是需要回来帮忙。然后呢，帮忙很晚的话，去城里面的话就会特别远，所以在老家有个房子，直接在老家休息就很好。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盖房子。要不修建泥的嘞？个边那边那个嘞？有点泥点啊，有点泥一块。看我们去坡上的路都好好啊，都是水泥路。我们现在要步行去那个老房子，路是有的，只是说路不是很好，不是水泥路，没有硬化。然后呢，我哥说那边掉不了头，所以呢，我们走路过去就可以了。之前我在我们村这里有拍过一个影片，就是说，我们村的老房子有一个，然后我去看了那个，另一个还没有去看。这一个呢，我没有想到我们村的还有这个房子，因为那时候怎么想都只有那个，因为这一家在的太远了，离我们村是最边缘，在我们村的最边缘，所以没想到这房子与世隔绝了。这房子对，与世隔绝。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房子生活，简直就是隐居深山了。在我们村的边缘啊。维毛是2组，然后这个房子在的是4组。他不知道是正常的。这房子呢，离我家也不是很远，我是知道的。你有去过那个房子没有？我有在边上放牛过。我没有上去过。然后大舅哥去过哈。大舅哥说他去过，小的时候经常去他家那里玩。我就没去过，虽然是同村，但是我都没去过他家。太远了，真的是太远了。离村里远。是在坡上。对，他家就一家人在那里独居。大家现在已经搬去跟村民一起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家以前是什么想法哈。在这么远了，盖房子哈。这条路能走3轮车，如果要走小车的话得修。要怎么修？我感觉也挺大的，也可以走的嘞。就是我们刚刚停车的地方有点有点积水，然后有点稀。你看这里还是挺大的，还是可以走的。如果让你在这里生活，你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吧，很亲近啊。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家的女儿，我问他家通不通电，他说是通电的。然后水我没有问。我们先来看一下。看这条路，看这个样子也是经常有3轮车过来。我感觉小车能过来的。大舅哥走得好快啊，走前面去了。小的时候我最熟悉这些地方了，因为我经常放牛来这些地方。等下牛了呀！老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了，我们村的最边缘。就他家。一个独屋在这里，然后这是电线杆，电线能到的。它这个墙体啊是石头对，把石头砌起来的。但是它用了这个砂浆啊，它是泥土的那种砂浆，它不是水泥和沙子的那种砂浆。但现在依然还是很稳固的，看这种是泥土的。依然是稳固，现在没有人住了。诶，这个还有打药的这个机器，诶，里面还有一些机器，他们还有存一些东西。到这个还有地板，看这里还有梯子，还有2楼。哇，这房子上面也漏了好多洞啊，还有好多洞。里面的墙是属于这种木头、木板，木墙，然后外面的这个4面墙它是石头，里面的呢就是木头。怎么样？你觉得？我觉得这也可以的，你稍微打理一下就可以住了，不用说大改造的这种。进去看一下。大家搬走多少年了？大概15、16年，没有那么久吧？有。妈妈，他家光线房间光线还是不错的啊。他家有个女儿，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年纪哈。跟我哥一样的年纪。同学啦。哦，和大舅哥还是同学。在小学不都念个初中了？哇，你看这里直接来到菜园呢。看，直接来到地里面。直接来到地里面。哇，这里好多地啊！还有南瓜。这边的厨房的。以前这边是厨房。我这个厨房怎么搞在后面？外面，从外面走来呢？里面没门吗？外面那边有门是吧？他家里面还堆了好多柴火啊。这个墙体的这个质量也还可以的。上面的木头的质量也还是可以的。我们村不是有2个老房子吗？你喜欢你们家下面的还是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那边的呢是它的墙是泥土的那种的，对，泥土制作的。对，泥土。那条路有点陡。然后这里呢，它就是离村里面远，亲近。这里亲近。我哥说这个房子占地面积很大哎。他这个厨房，10年都不放。他这个厨房呢还到了这个水泥板。没了。水泥板还没给我塞满了啊。北路马盖了。之前水泥是用驴拖过来的。他们修建这个房子肯定也花了很大的功夫，而且都没有马路，没有大路，都是小路。感觉还不错的哈。我们现在就是在申请盖房子，如果盖不了，又想在村里面有个房子，所以对呀，所以就可能会来买这样子的老房子。所以呢，村里面有什么事啊这些，我们来住这里也方便啊。买了就有一个归属感了。不然总是来到村里面一点归属感都没有，大半夜都要赶回村里面。对呀。看这些墙，还是完好无损，还是很牢固的感觉。你们说这个房子离村里面的房子有点远，人家以前女儿儿子上学都是大早上从这里走过去读书的，其实也不算很远了。去村里面上学哈，那时候。在这里都能看到我们村的房子的。对，看我们村就在那边，在这里能看到那边的房子。有2条路来这个房子哎。2条路。这里。这里一条，另一条就是刚刚我们
我们走来的那条。嗯，看到上面的这些木头都还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室内的这个房间，看，顶上是这样子的木板做阁楼，上面就是2楼，里面这个是一壁墙，这些你看，稍微打理就可以住了。我感觉如果我们买这里的话，种地就可以自由一点了，也可以种你家的地，也可以种我家的地。得问一下他家的这些地，他家的边界啊这些，他家下面很多地啊，刚刚我哥说了，像一个山一样，都是他家的地。我家的地也在下面，也很近哈。所以种地很多啊，可以种很多地。对。那时候喜欢这里。你喜欢这里？你为什么喜欢这里呀？这里不是河吗？难道你也喜欢亲近吗？这么小的小孩。有4个房，2个，这里2个，然后这里像是厨房，这里才是厨房。这里是厨房。你看灶台都在那里，烧火的地方都在那里。那里是火炕。火炕。刚才看的那后面的那房子也是厨房，你看，我也看到了这个罩子。你看他家厨房都弄2个啊！你看这里有罩子。哇！这罩子的话，如果办什么大事情要煮比较多的那种用的，就来这里煮。煮一点吃的都就在那里煮。对，你看这房子就是我们刚才在后面看到的，就是倒了水泥板的，里面堆了一些柴，堆了蛮多的柴的。他家这个地上还是倒了水泥的。对呀，这些刚才我看到了。以前倒的都是，以前大家倒的时候可能路都没通这里，就一条小路。2个睡觉的房间哈。哇，这2个房间都好好啊。快翻了你。老古董，种玉米的。这个是养鸡的。我感觉大家偶尔也会来这里看，这里还放了好多工具。对，还有一些工具，你看像那个打药的。这下面还有水桶，还有水桶，你看这里有水管，这里都还有水，你看。水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个门前的视角，看下去也是非常的开阔，视野很开阔。你裤子沾满了字哎。我说等我们赚不到钱了，来这种地方就不会有压力了。现在年轻呢还可以挣足够生活嘛。等你老了挣不了钱的话，就适合在农村生活。在这里养老吗？这里确实亲近。现在我们的政策呢是房子不能随便盖就像这种房子买了你也不能推倒了然后再建起来你只能就是搞一些装修加固，就是加固一些，然后做一些改善一点就可以直接住了，就这样子。
们回去了。看这个路，直接到他家下面，车子也可以到他家的下面，还是挺方便的。对，这路再修一修也能到小车哈。能，小车也能开进来的。这里小路，去房子那里呢也可以弄好，然后让摩托车能走的那种。小车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对，小车3轮车。对，走吧。收的有点早了，我感觉。回去我们问一下他家卖不卖啊？我觉得我们先看一下申请盖房子成不成功吧。如果不成功，我们再问他家卖不卖这样子。啊，都是同一个村子，我感觉，房子不会有什么纠纷。对。然后我们对对方也都了解。对。电也已经通了。水没有自来水。但是应该有山泉水，要不然以前大家怎么生活？对。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大舅哥说上面有2个水井，就水泉，出水的地方。那水就不用花钱了。爸，实现水的自由。对。都没有太阳光，你才开心回家。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盖房吧。能盖我们就不考虑这里，不能盖的话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只是说先来看，我们来看我哥，就顺便来看这个房子而已啦。可以让我感觉我们盖房子的事，这1个月应该就知道答案了，是吧？对。就是如果应该就能知道能不能盖了。对。我们现在正忙这方面办理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如果就是不想住的话，可以在那个房子打扫一下。我们在城边上买的那个湖景房，那个房子没有归属感，是吧？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呢，这里的话买到的话会更有归属感一点。而且是，这个地方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没有错啊。现在年轻，能养活自己。老了呢，行动都不方便了，在城里啊养不活自己的，所以呢，我感觉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的。啊？